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来讲一讲 TLTW 这只 ETF， 蛮多人对它感兴趣的，因为它股息给的高，是不是？它现在的股息有15%以上，那它最高的时候呢，给到了19点多的股息。那比较集中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这个 TLTW 的话，它值不值得买？它有什么优势吗？然后呢，有没有什么风险？那长拿可不可以？那今天视频呢，我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。同时呢 ，TLTW 它是一个策略型的 ETF， 那会涉及到看涨期权就是 Covered Call。那我这个视频的话，也会解释一下 Covered Call， 就是背对看涨期权的一些概念。视频开始先放个免责声明，视频当中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经验和观点的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那大家投资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负盈亏。我们先来说一下 TLTW 它的构成，其实它结构挺简单的，它先是买入并且长期持有 TLT 这只 ETF。TLT 呢，它是2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的一只 ETF， 持有的同时呢，它再多做个动作，就是卖 TLT 的 Covered Call， 就是背对看涨期权，然后取得额外的收益。这两者结合呢，然后就形成了 TLTW 这个策略型的 ETF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解释一个概念了，什么是 Covered Call 啊？中文呢叫做背对看涨期权，简单点呢，也有人称之为是卖 call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花100万买了一套房子，过一段时间呢，它涨到130万，你觉得这个房价不太可能涨太多了，也许会有小部分的涨幅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想了个办法，你找了一个看涨房价的人，他觉得这个房价刚刚开始涨130万，只是一个开始，说不定能涨到200万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们就很愉快的签一个合同。这什么合同呢？就是如果你手上这个房子涨幅超过150万了，不管是涨到200万也好，300万也好，你都以150万的价格卖给这个新买家。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没有涨到150万呢，你就可以继续拥有这个房子。那因为你超过150万的溢价，你就不赚了，所以说这个买家呢，他会给你每个月一些就是补偿的费用，这个就称之为期权费用。这个呢，就是背对看涨期权的概念了。你持有一个资产，同时卖出它的看涨期权，那在限制你上涨收益的同时呢，你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些收入。我们了解了 Covered Call 之后呢，再看 TLTW 运作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的。那 TLTW 呢，每个月都会卖出看涨期权，通常呢就是在 TLT 当时的价格的基础上加个2%来设定期权的执行价格。如果说这个月底的时候呢 ，TLT 的涨幅超过了2%不管是涨了10%还是20%，那 TLTW 呢就会按照当初说好的价格，就是加个2%卖出 TLT。不管实际上涨幅涨个50%跟它没有关系的，它只能加2%把它 TLT 卖出去。而且呢，它卖出去之后，必须同时以市场价格把 TLT 买回来，这样子它下个月才继续能进行这么一波操作。那如果说月底的时候 TLT 的涨幅没有超过2%，那 TLTW 就不用卖出 TLT 了，那它可以继续持有。而且不管它的 TLT 的价格是超过2%还是没有呢，你卖期权这么一个操作，它都可以获得一份就是期权的溢价，也就是卖期权的钱。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呢，就是 TLTW 它的一个策略，就是长期持有 TLT 并且获得额外的卖期权的收益。我们很快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月初的时候呢 ，TLT 它的价格是100，那 TLTW 就以加2%102的价格卖出它的期权，同时呢收到了一笔期权费用，已经落袋为安了。那如果到月底的时候 TLT 的价格涨到了105，那 TLTW 就要以当初说好的只加2%，也就是102的价格卖出 TLT， 同时呢又要以目前的市场价，也就是105买回 TLT。 好，那如果说月底的时候 TLT 价格只涨了1块，涨到了101，那这个时候呢 TLTW 就可以继续持有 TLT， 什么都不用做。
这么看下来呢 ，TLTW 优点还是蛮明显的。第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股息非常高啊，目前15.57的股息真的是比市面上很多的股息股啊、蓝筹股的股息都要高很多。那这其中呢，它持有的 TLT 所获得的股息是3.96%，然后这个额外的11.61%就是他卖期权获得的额外的收益。基本上这些收益的90%，他都会分给他的股东们。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它可以跑赢同行。那在利率不怎么变动的情况下面呢，国债价格也是比较平稳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国债类的 ETF， 比如说 TLT， 它的价格就没什么变动，其实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，没有涨幅。那这个时候 TLTW 呢，在同行类的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每个月源源不断的通过卖期权获得收入，就相当于别人是饿着，它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，很轻松的就可以跑赢这些非策略性的国债 ETF。第三个优点呢，就是它有一个下行保护，在市场下跌的时候，那大多数的国债 ETF 就会跟着一起跌。但是 TLTW 呢，它因为可以卖期权，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，这个收入呢就可以帮你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，抵消一部分下跌带来的损失，就相当于给你一个安全垫，即使市场在下跌，那你也有一个收入可以兜个底。说完了优点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缺点和风险。第一个缺点呢，当然是它的收费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持有的 TLT 它的收费呢是0.15%。那因为 TLTW 它要做一个额外的期权操作，所以说它收你一个0.2%的期权管理费用，所以整个收费呢是0.35%。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，我自己能不能买 TLT， 然后加2%，然后卖看涨期权呢？当然是可以的你不光可以加个2%，你还可以根据市场的不同灵活的调整。那 TLTW 它只不过就是对于不怎么做期权的同学，它提供一个托管服务，比较省心。当然了，你就付它一点手续费用。那对于就是经常做期权的同学呢，自己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如果做期权的小伙伴呢，盈透这边的费用还是蛮低的。那我们进入它网站的话，点击交易，然后是产品与交易搜索，可以看到这边期权的话呢，它这边的话，期权的佣金是0.15到0.65美元不等，然后可以在全球30多个国家进行期权的操作。回到 TLTW 可能遇到的风险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利率上升，也就是加息的话，它有贬值的风险。因为 TLTW 里面持有的主要是 TLT 又是长期国债，而长期国债在加息的周期当中，往往就是价格会下行。其实 TLTW 多少有点生不逢时，它是在这里，就是22年8月的时候出来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加息还没加完，还继续往上加了一大波，它的价格也可想而知，出来就开始往下跌中间有几次反复，但是整体来说目前还没有回到它的发行价，就有一种赚了股息亏了本金的感觉。对它相对有利的一点呢，是美联储在24年的9月18号已经开始降息了，那个时候降了0.5个点。那根据上一次美联储会议它公布的点阵图也好，鲍威尔说的话也好，知道它那时说2024年还要再降个0.5%，那明年2025年还要再降个1%。如果按照这个进程话呢，那 TLTW 它的价格上还是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的。第三个缺点呢，就是它长期的话会有损耗。其实不光是 TLTW， 很多策略型的 ETF 都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卖期权嘛，就是加个2%价格，通过这个来赚钱。那如果市场下跌的时候呢， TLTW 也跟着跌，那卖期权的收入呢，稍稍能抵消一点损失当然也不多了。但是如果市场在往上涨的时候，它就比较吃亏了，因为它每个月最多只能涨个2%，超过了它就得卖掉。 TLT 就算当月涨个5%、10%，多余的部分它也享受不到。所以说长期来看呢，它的增长空间其实是会受限的，那这个损耗就是难以避免的。还有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股息不太稳定。那目前 TLTW 股息大概在15%左右，高的时候可以高到20%，低的时候呢大概有11%左右。那
这个呢是跟它的期权市场的波动有关。期权的溢价它是会随着市场变化的，市场好的时候期权就卖得好，你的收益就高了；市场差的时候呢，那个期权的溢价就比较低了，收入也就变少了。那又因为 TLTW 大部分的股息它都是靠卖期权来的，所以说它的收益的波动性就是挺大的。总结一下， TLTW 目前2位数的股息呢，确实还蛮吸引人的，尤其是在美联储如果按照计划持续降息的情况下，那 TLTW 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。但是它这个期权策略的设计呢，长期持有可能是会带来资本上的损耗的，而且如果市场在大幅上涨的情况下，它上涨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所以 TLTW 适合在特定的市场情况下，你短期的持有一段时间。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市场还是可以，还行但是它不太适合你死拿着不放。顺便提一下，如果你在考虑未来的生活规划，比如说移民或者海外发展，可以关注一下海华希瑞。他们在北美和全球呢有多个国家设立直属的办事机构，全程呢都有律师团队的参与，项目的安全性比较好，律师们也都挺强的，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。感兴趣的可以扫描视频中的微信2维码领取免费的移民资料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有问题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视频中哪里解释的不太清楚，或者你有不同的观点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提意见。那谢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